各位观众，又到了一个我们最爱的季节啦，开始可以玩水的季节了。现在梅雨季应该已经算是结束了，接下来可以说是夏天要即将开始了，然后就是玩水的季节嘛。这里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天玩水要怎样玩才会安全，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去分享啦。我也不想讲太多一些比较深奥的东西啦，因为最近很多我们的新的观众，他们都是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多，比较像初学者，然后想玩水，然后我想要把我们过去以前到现在的经验分享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然后可以省略掉很多不必要犯的错误这样啦。加上前一阵开始就陆陆续续就听说有人去哪里玩水啊，出了意外啊，上礼拜也是嘛，就是海神宫也有一个案件，所以想要提醒一下大家要怎么玩水才会安全。至于那些案例，我待会可能可以稍微提一下，不过我们现在就先进入重点。首先，如果你要去溯溪，去溪边玩水，这两个听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有些人想去溪边玩水，就是那种浅浅的水，可以踏踏水的。那有些人想要去溯溪，就是有深潭，然后有地形，有个比较长的过程，所以不太一样。但是呢，我现在是以如果你想要去溯溪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该要怎么上手？第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有的东西，当然就是装备嘛，对不对？啊，你要去打羽毛球，你要有球拍；你要打篮球，你要有球，对不对？啊，所以你溯溪你也要有装备。那什么装备是必要的呢？根据我们一路玩到现在啊，我们现在出门一定会有的装备就是第一个溯溪鞋。溯溪鞋的话，在台湾大家应该都是穿那个菜瓜布底的那个鞋子嘛。那其实在溪谷的止滑力就是非常的强啊，所以应该算是唯一的选择啊。不过最近我有在测试一些越野跑鞋，然后发觉有些越野跑鞋在某些地形上也是蛮好用的，加上越野跑鞋的舒适度比溯溪鞋高，只不过越野跑鞋比较贵，当然溯溪鞋也有很贵的。第二个，防水包，防水包就是一定的嘛，不然你出去玩水一定会泡到水。防水包要注意的就是，因为防水包它不是100%的防水，它都是会进水，所以你买的防水包，如果去玩水之后觉得，这防水包怎么会进水？那很正常。所以防水包的防水一定最少要做2层。至于里面那一层你要怎么做，其实有很多方法。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再多加一个防水包，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加上防水的塑胶桶。防水的塑胶桶的好处呢是它可以帮你增加额外的浮力，因为你知道在使用防水包的时候都会把里面的空气挤出去嘛。可能会有人误会说防水包就是里面要塞满了空气，这样才有浮力，但里面的空气越多的话，万一进水的话，进去的水会是越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使用防水包的时候，都会把防水包里面的空气挤出去，然后让里面的空气越来越少，这样进很多水的几率才会变小。但如果里面没有空气的话，万一你在游泳深潭的时候又想要有浮力的话，通常这时候啦，我们都会准备一个防水的桶子，它就可以让你多了额外的浮力，然后你在那桶子里面，你就可以放一些你不能碰湿的东西，例如电池啊、打火机啊、头灯啊什么之类的啊。对了，头灯也很重要，它也小小一个，就是你也是可以都带着。第三个，浮力衣。浮力衣就是俗称的救生衣啦。市面上有很多在卖浮力衣的嘛，有的有认证的，有的没有认证的。有认证的当然会比较好，有的浮力比较大，有的浮力比较小，这个都是你要看你从事怎样的活动，自己本身的习惯，然后去挑你需要或者适合的浮力衣。基本上我在溯溪会穿的浮力衣跟我在滑背包艇穿的浮力衣会穿的不太一样。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我出去常常看到大家都是少了这个东西，那就是头盔。头盔真的很重要啊，不要小看它。以前我们常常都会忽略掉头盔，好像就是如果要去落石多的地方才会用到。可是后来自己发生过一些事情之后，才发觉只要在溪床上行走，头盔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只保护你的头从那些上面掉下来的落石，也保护你万一不小心跌倒会去撞到地上的石头。就跟你骑摩托车一样嘛，你一定会戴安全帽。那你可以不戴吗？有些人也选择不戴啊，但是你要知道万一嘛，万一如果你发生事情的话，你可以多一层保障，那为什么不要呢？它搞不好就是救你一命的重要原因。
只不过骑摩托车没戴安全帽会罚钱，你溯溪没戴安全帽的话不会被罚钱。再来呢，就是身上会带有一个抛绳，我们出去的话，一组人的话，起码都会有1到2个抛绳最少了。那抛绳的好处其实非常的多，除了你可以运用在紧急的状况之外，那有些地形你需要绳子的话，它小小的一包非常好携带，也不会很重，所以都是会带着的，因为它很可能就会是那个在紧急状况下可以救人一命的东西。再来就是急救用品啊，你就可以带个几样嘛，因为你出去玩多少都会受伤嘛，被草割伤、跌倒、踢到石头什么的，紧急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到。那装备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以我们现在出去的行程的话，就是都会准备这些东西。那现在装备齐全了，要怎么开始去溯溪呢？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带着你玩，那这样会比较安全嘛，然后你也可以从他们那边学习。如果你没有这些有经验的朋友的话呢，那怎么办？我蛮推荐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好的商业团，他都会提供你们那些装备，然后你就知道需要用到什么装备了嘛。好的教练会带你玩，同时间他们也会教你一些东西，其实你就可以了解到，溯溪要怎么玩，然后哪些地方有危险，哪些地方是好玩的，你就可以慢慢学习嘛。1次2次之后，你有了自己的经验，建立你的信心的时候，你就可以踏出那一步了。但是在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你要做的事就是知道怎么去做功课。如果你想要去一个地方的话，最重要的是，对我来讲是天气啦。出去户外玩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天气啦，对不对？如果说你天气不好的话，除了照片拍不好之外，你遇到危险的可能性也就会更提高了嘛。以溯溪来讲，梅雨季节你会去玩水吗？应该是不会吧。夏天的话要怎么玩水？因为夏天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会有午后雷阵雨。我的建议啦，就是早点出去，然后尽量在中午左右，就是在那个午后雷阵雨来之前结束活动这样。当然啦，如果更保险一点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知道今天会下雨，那你就不要出去了，因为有时候那个雨量很难讲嘛，对不对？虽然说你研究天气到最后会有一个心得，可是这种大自然的事情你也很难去100%确定啊，你只能抓个大概。那如果要看天气的话，通常我们不只会看一个啊，我会比对一下 Windy 跟那个中央气象局的预报，最少拿2个去做比对啊，这样会比较妥。你想要去一个地方的话，你一定要做功课。现在网络世界这么发达了，应该不需要教你怎么去做功课了吧？你 YouTube 上面，例如说我们这种拍影片的，你可以去参考。网络上你也查到很多人的记录，很多人的日志、攻略都可以去参考。只不过你在做功课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就是你参考的这个攻略的时间点非常重要。例如说，我今年想要去这个地方，然后你去参考2、3年前的资料，因为它其中的变数很大嘛，其中有什么风灾什么你也不清楚，那是不是它的地形也变了，都很不一定。所以你参考资料的建立时间点非常重要，你要懂得多去做几个，因为现在是短影音的速食时代嘛，有些在分享这些地点的人啊，他会用以前的影片去做成短影音，可能就是想要把那个地方最好的画面做出来嘛。只不过他太久没有更新，在文字叙述里面给的资料会有误差。例如说深潭其实已经2年前就消失了，那他的文字叙述下面还会写着说，在瀑布下面中间的深潭有5到6米深，靠，那个就差太多了嘛。这2年前都淤积到没有深潭了，那你这个没有更新，那演算法又将影片导给大家，然后大家去到那个地方发觉整个深潭都不见了。我没有在说特定的人物，因为我看到好几个都这样，所以做功课的人你要自己多做几个，然后去比对，不是说人家 po 什么你就去。那在选择地点的时候，你也需要注意啊，这也是做功课的一部分嘛。因为最近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啦，说这个地方哪里能去或者哪里不能去，风水期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不溯溪了？你要看地点，因为有些地方风水期去非常危险，有些地方风水期去才会好玩，才会有水。那有些地方枯水期去会比较好玩，会比较漂亮。那有些地方枯水期去的话，会什么都没有。所以这算是你做功课的一部分嘛。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有去那个很漂亮的几个峡谷嘛，
峡谷地形的话，为什么大家都会说峡谷地形是枯水期限定的？因为峡谷就是这么窄，那丰水期的时候，峡谷会非常的可怕。然后加上你在那个长长的峡谷之内，万一如果你在峡谷遇到溪水暴涨，然后峡谷它没有任何的可以撤退的地点，那是不是就是非常危险了？当然不是说全部的峡谷，但是很高比例的峡谷基本上都是枯水期限定。地点之外，你要检视一下自己的能力嘛，对不对？如果你的能力够的话，你可以去这个地方，当然可以去。那如果你能力不够的话，有些地方慎重的选择一下。在这个溯溪的过程中，都是慢慢来的，慢慢进步，然后不要越级打怪。我觉得如果想学多一点东西的话，现在民间有很多团体都有在开课，溯溪的课啊、溪降的课啊、爬山的课啊，什么都有在教。有心想玩的话，我觉得你不妨可以去上那些课，你也会搞不好就是认识一些以后可以一起出去玩的同好。你具备了前面那些能力的话，你就知道怎么去安排一个行程嘛。那在安排一个行程，你永远要先预想到后面的事情，例如说，万一你这趟行程怎么样了，你有没有办法去处理？你当下有没有这个解决的能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假如说你这一趟行程不小心受伤了，那你要怎么办呢？所以刚才说了，一组人至少要带一些急救的用品嘛。受伤了，你就可以随时的紧急的处理。我之前也讲过嘛，你可以先搜查一下今天这个要去的地点附近有什么医院，有什么警察局。万一事情发生，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知道要去哪里？如果你有做功课的话，行程大部分应该都是顺畅的。那万一突然没有在你意料之内的气候变化爆了，然后导致溪水暴涨，那你怎么办？你有没有拟定撤退的计划、撤退的路线？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有撤退的路线跟撤退的计划，那你应变的时间就会更短。接下来我要讲一下对于水的认识，因为每次一出事，你所有看到的新闻媒体都会写那里有暗流，那里有漩涡。当新闻媒体这样说的话，只会让民众更害怕溪流。新闻媒体这样的报道不完全是正确的。就拿上礼拜的海神宫的例子来讲好了，新闻就开始说有漩涡、有暗流，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可能不是像新闻讲的那样子。据我的了解，因为有参与救援的朋友，他分享给我的情况是，因为那个地点我们都去过，然后那个事发的地点是属于一个比较平静的水域，加上那一天的水量也不算多，但是意外还是发生嘛，就是一个人下去了，然后其他人要去救他，导致其他人也就意外了。所以这时候，如果岸上的人有绳子的话，他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抛绳去救那个人呢？通常你看到人在溺水的话，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你直接跳下去救他，因为你直接跳下去救他，有很高的几率你也会成为那个受害者。因为他在水里挣扎的时候，他会使出他全身的力气。如果没有接受过那种相关的救援的经验的话，你真的是很难将他救起，也很容易将自己也一起带下去。所以身边的道具啊，绳子啊，或者你可以用防水包加上绳子，然后丢下去，做成一个浮具给他。如果说你知道自己的原本的水性没有那么好的话，是不是你当下穿着浮力衣的话，就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个事件的发生的概率。然后在这个新闻报道之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在分享一些对于水流知识的概念我们以前上课会学到的东西，我可以贴几个连结在下面，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看那些水作用的原理是怎样，就可以参考一下。因为说真的，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你看文字跟图面跟你现场实际上遇到的状况还是会有落差，可能要多碰过几次，你才会真的是去了解到那些东西。大概就这样吧，因为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不过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都可以私讯我们，我们都会尽我们的能力回答你啊。但是有一点，千万要切记啊，那些问问题的人啊，就是我最常收到问题就是问地点嘛。你私讯给我，我通常都会回你，无论你有没有订阅我们。但有几种情况，我真的不会理这个人。首先，很常遇到那种你也没订阅，劈头就问在哪，在哪？你觉得这样我会给你吗？虽然说有些人也是这样，在哪，在哪，我还是会给他。但是人家有订阅，你没有。我干嘛给你？我干嘛理你？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坐标都已经打在上面了，你还要问我在哪里？坐标都打在上面，你还问我在哪？我就真的不会回你的。第三个就是那种找茬的，例如说这个地方需要申请的，我们都会提前跟大家讲，然后他就故意问你说那要在哪里申请？这种找茬的真的不要再来了。那位马先生啊，
不要再来了。那个马先生也蛮酷的哈，他在我每个贴文下面都给我一个倒赞，真的是我的忠实观众啊。最后分享一下我最近新拿到的玩具啊，这台使用好不好玩，到时候看我们的短影片有没有折扣码呢？有我的专属码，然后使用了好像会送东西。好啦，最后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可以出去玩水，玩得很开心，然后玩得很安全，然后看看我们今年夏天会去找到哪些好玩的或者比较新的、没有人去过的又漂亮的地方。那我们这集说些很危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We are Outdoor Boys. See you next time. 那你们抢先看一下我使用那台新玩具的效果，好不好？在那个影片后面，很酷哦。